1991年，一个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发生了，庞大的苏联轰然解体，众多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其中就包括了乌克兰。从那时起，乌克兰的命运就如同在狂风巨浪中的扁舟，被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力量来回拉扯。乌克兰地处欧洲多国与俄罗斯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战略缓冲带，也是俄罗斯出海的关键通道。这样的地缘政治位置让乌克兰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大国纷争。同时，乌克兰内部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东西部在政治、语言、文化与宗教等诸多方面差异巨大，这犹如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如今，乌俄战争持续已久，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身上。那么，是什么样的故事造就了如今满目疮痍的乌克兰呢？在这个充满硝烟与不确定性的时刻，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过去，从乌克兰的6任总统的传奇经历中去探寻这个国家命运背后的莫测历史。克拉夫丘克他的政治生涯起始于苏联时期。1958年，年仅24岁的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那时的他眼中满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忱。1991年，苏联的局势急转直下，保守派为了挽救濒临解体的苏联，发动了819事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做最后的奋力一搏。而身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乌共中央第2书记的克拉夫丘克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起初却选择了沉默。而随着局势的发展，他突然果断地宣布退出苏共中央、乌共中央和政治局，并表明自己是一名民主主义者。当时的乌克兰长期在苏联中央集权的管控下，经济结构单一，民众的生活水平提升缓慢。因此，克拉夫丘克深知，只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乌克兰才能获得新生。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了全民公投，超过 90% 的民众支持脱离苏联，国家独立。接着，克拉夫丘克凭借着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成功当选为总统。几天后，他与俄罗斯的叶利钦、白俄罗斯的舒什科维奇相聚，共同签署了别洛维日协议。这份协议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苏联解体的大门，同时也开启了乌克兰独立的篇章。克拉夫丘克满怀壮志，立志要打造一个独立、民主且繁荣的乌克兰。而独立初期的乌克兰确实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家底，5100万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是世界第3大的粮食出口国，并且煤、铁、锰等矿产储量极为可观。更重要的是，苏联解体的遗产让乌克兰继承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武器，其中2700多枚核武器、上千枚战略核弹头，还有几家闻名国际的大型军工企业，使乌克兰成为了东欧地区的军事强国，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然而，克拉夫丘克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改变乌克兰命运的决策。他坚信，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就能让乌克兰迅速地跻身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于是，他便开始在国内推行休克疗法。这一改革本想快速地稳定金融，推动经济发展，但没想到却成为了乌克兰噩梦的开端。休克疗法实施之后，寡头势力趁机崛起，他们操控经济，不断地侵吞着国有资产。乌克兰货币也开始大幅贬值，随之物价飞涨，国内经济也陷入了严重的衰退。而普通民众的生活则是更为困苦，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所以，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克拉夫丘克便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1992年5月，克拉夫丘克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访问之旅。
在与老布什总统会面后，美国承诺给予乌克兰最惠国待遇，提供 1.1 亿美元的农业贷款和技术援助。但这份援助却附带了一份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乌克兰必须签署一份协议，承诺在7年内销毁所有的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克拉夫丘克在后来的采访中无奈地表示，乌克兰虽然拥有核武器，却缺乏相应的控制、测试和再生产体系。这些核武器就如同握在猴子手中的手榴弹，不仅无法发挥威慑的作用，还可能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而尽管获得了美俄的一些援助，但对于深陷经济泥沼的乌克兰来说，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因为经济的持续下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再加上销毁核武器的决定，更是让克拉夫丘克的政治声望一落千丈。因此，为了避免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在他与议会商议后，决定缩短总统任期，提前举行选举。1994年6月，乌克兰迎来了新的大选。没有任何意外，克拉夫丘克黯然下台，库奇马成功当选为乌克兰的第2任总统。库奇马有着丰富的工业背景，他曾在火箭生产企业担任要职。凭借着出色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他不仅成为了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还担任过乌克兰的第2任总理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他在经济领域的经验和成就，让民众对他充满了期待，希望他能带领乌克兰走出经济困境。库奇马上任后，立刻将修订乌克兰宪法提上了日程。这部新宪法重新调整了国家的政治架构，为乌克兰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他也因此被民众亲切地称为国父。当时，乌克兰的经济濒临崩溃，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失业率也是居高不下。库奇马深知，恢复经济秩序是他首要的任务。为了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库奇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巧妙的策略。他提出了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战略方针，试图借助西方的力量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同时，他也十分注重维护国内那些讲俄语人口的利益，承诺将俄语恢复为官方语言，以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在外交上，他采取了一种骑墙术，也就是他在公开场合对美国保持谨慎的反俄基调，以此来取悦亲欧美派。而在实际的行动中，他又努力维持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去保障国内的能源供应，以安抚亲俄派。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库奇马在任期满后成功地获得了高票连任。不过，库奇马的政策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在他的任期内，寡头政治开始逐渐滋生并疯狂壮大。乌克兰的寡头们控制了国家的政党、媒体和一系列的经济命脉，政治开始沦为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自此，腐败现象在政府部门中迅速蔓延，公共资源也开始被肆意侵占。因此，乌克兰刚刚有所好转的经济开始愈发转坏，民众对寡头政治的不满情绪也愈发强烈。不过，最终导致库奇马下台的，却是在2000年9月16日爆发的那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反对派记者贡加泽长期追踪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他的报道如同利刃，刺痛了寡头和腐败官员的神经。就在这一天，贡加泽神秘失踪。7周后，他的尸体在基辅附近的丛林中被发现。反对派指责库奇马是幕后主谋，并公布了所谓的库奇马录音作为证据。这起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因此库奇马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在2002年的10月，他最终摆脱了反对派议员提出的刑事指控，但这一事件还是给他的政治生涯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污点，他的总统连任之路也戛然而止。
2004年7月，库奇马公开宣布自己不会谋求第三任期。2004年10月31日，库奇马的任期即将结束，乌克兰迎来了又一场激烈的总统大选。这次大选的焦点集中在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之间。为了战胜强大的亚努科维奇，尤先科与前乌克兰副总理季莫申科强联手，组成了亲西方的竞选联盟，来共同对抗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尤先科在经济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担任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在1997年成为了乌克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关键人物，并且在当年他还被全球金融杂志评为世界6大杰出银行家之一。1999年，他又出任了乌克兰总理。然而，他的外交立场却过于明显地倾向西方。1998年，在尤先科的访美期间，他与乌克兰裔美国人丘马琴科一见钟情，二人迅速坠入爱河，并闪电结婚。丘马琴科曾在美国的财政部和白宫公共关系办公室任职，这段跨国婚姻让技术官僚尤先科的亲西方立场更加引人注目。而后，在与亚努科维奇的竞选过程中，尤先科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双方的竞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曾被称为乌克兰第一美男子的尤先科脸部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痘疮伤疤，而据推测，他疑似遭到了蓄意投毒。他瞬间从一个乌克兰帅哥变成了一个满面疮痍、不堪入目之人。这一事件也震惊了整个乌克兰。毁了容的尤先科因此也得到了更多乌克兰人的同情，并且民众也开始对选举背后的黑暗势力感到愤怒。而后，在第一轮的投票中，尤先科凭借着民众的同情和支持领先了亚努科维奇，但两人的得票均未过半，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2004年11月24日，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以为过半的 49.48% 的微弱优势赢得大选，但尤先科拒绝接受这一结果，他指控大选存在着舞弊行为，并联合季莫申科号召他们的支持者发动了橙色革命。而后，尤先科的支持者们开始罢工与静坐，保守估计有50万人参加了这次抗议。在强大的压力下，这场抗议活动起到了逆风翻盘之效，选举结果被重新审查，而尤先科也终于笑到了最后，于2005年的1月23日成功地当选为总统。尤先科上台后，他的外交政策便迅速地向西方倾斜。虽然他的外交首秀是出访俄罗斯，但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场作秀，因为随后对美国的访问才是他外交政策的真正体现。小布什总统对这位美国女婿的到访给予了十分的重视，双方宣布美乌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后，尤先科公开喊出了脱俄入欧的口号，因此接下来乌克兰便在租用俄国的海军基地与天然气的过境费用等问题与俄罗斯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接着，他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这一系举动，终于彻底地激怒了俄罗斯。至此，乌俄关系降至冰点。所以，在尤先科的任期内，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十分紧张，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危机便开始源源不断，10几年间的经济成果也急剧恶化，而通货膨胀率的持续攀升也让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2010年的总统大选，尤先科的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仅有 5.45%， 创下了全球在任总统竞选连任得票率的最低纪录。而曾经的对手亚努科维奇在亲俄派的支持下，成功地击败了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再一次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亚努科维奇第二次上台之初，
就明确表示与俄罗斯的友谊是乌克兰复兴的基础，没有俄罗斯，乌克兰就没有未来。他深知乌克兰与俄罗斯在经济文化和地缘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因此他在上任后便立刻与俄罗斯签署了能源合作协定。俄罗斯给予乌克兰大幅度的价格优惠，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拉拢乌克兰，防止其倒向西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赢得民心，亚努科维奇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承诺在10年内将乌克兰的经济提升到国际20强，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并要新建大量的经济适用房，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在外交上，他试图采取平衡策略，修正乌克兰之前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在与西方保持一定联系的同时，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然而，他执政期间所做的2件事，让他的威望急剧下降，并最终导致了他被赶下台，流亡国外。第一件事是他决定将俄罗斯长期租用的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租约延长25年，直至2042年。这一决定引发了国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亚努科维奇这是在出卖国家的利益，损害了乌克兰的主权和尊严。另一件事则成为了今天乌俄战争的导火索。2012年，乌克兰与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并计划在2013年底正式签署。这一举动引起了俄罗斯的高度警惕，普京多次与亚努科维奇举行会晤，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最终，在2013年的10月20日，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了15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接着在第2天，亚努科维奇便宣布放弃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这一突然的转变让等待已久的乌克兰反对派与亲欧的民众感到被摆了一道，他们认为亚努科维奇背叛了乌克兰人想要加入欧盟的梦想。2014年2月18至23日，在亲西方反对派的策划和操纵下，乌克兰爆发了政变。亚努科维奇被乌克兰议会罢免了总统职务，而后他被迫逃离了乌克兰，前往俄罗斯避难。这场政变将乌克兰彻底撕裂并拖入了深渊。接着，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大量亲俄民众走上了街头，要求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2014年5月11日，在亲俄武装分子的控制下，顿涅茨克州与卢甘斯克州开始举行公投，随后宣布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总统府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尊重2州人民在公投中所表达的意愿。至此，顿巴斯地区这个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基本被俄罗斯控制。而在乌克兰宪制混乱之际，波罗申科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波罗申科是欧洲著名的糖果制造企业家，被誉为巧克力大王。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他怀揣着政治抱负，开始涉足政坛，先后加入了多个政党。2014年2月，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总统选举。在参选初期，他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政治策略，他既表明了自己亲欧的政治立场，又向媒体表示希望与俄罗斯建立建设性的国家关系。这种看似中立的态度让他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2014年6月7日，在乌克兰大选中，他以近 54% 的得票率成功当选为总统。当时，对于乌克兰和波罗申科来说，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国家安全。顿巴斯地区的冲突不断升级，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也日益紧张，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波罗申科选择向西方靠拢。他希望能从西方获得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支持，以对抗俄罗斯。他上台后，立刻修改宪法，
确定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方针。而后在外交、能源和宗教等方面，他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脱钩，试图全面融入西方体系。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乌克兰可能只是一颗用来遏制俄罗斯的棋子，并没有太多国家将乌克兰视为真正平等的盟友。因此接下来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越陷越深，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民生问题也更是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乌东战场上，波罗申科一边改组政府和军队，一边为了征集更多兵员签署总统令，向一些班德拉分子授予乌克兰独立战士的称号。这一举措导致了亚速营等等极端民族主义的武装组织迅速发展，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对于克里米亚的独立，波罗申科始终不予承认，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夺回控制权，但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乌俄双方虽然此前达成了明斯克协议，但这份协议却并未得到俄罗斯方面有效的执行。而后局势便开始不断恶化，最终也就演变成了今天的乌俄之战。波罗申科执政的5年，不仅没有实现他竞选时的承诺，反而让乌克兰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因此民众对他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2019年，乌克兰又迎来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总统大选。毫无政治经验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异军突起，在大选中击败了时任总统波罗申科，成功当选为新一任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1978年出生在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克里沃罗格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基辅经济大学法学院学习，但他并没有在法律领域深耕，而是投身于演艺事业。2005年后，他加入了乌克兰国际频道，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幽默的风格，他成为了乌克兰演艺界炙手可热的明星。2014年，泽连斯基在电视连续喜剧《人民公仆》中饰演一位历史老师。这个剧中的角色因为严厉的抨击腐败，竟意外赢得了竞选，当上了总统。而这部剧也恰好反映了当时乌克兰的社会现实，它直击乌克兰上层腐败的症结，也就是政治寡头说了算，有钱能使鬼推磨。第一季《人民公仆》于2015年在乌克兰的1+1频道中播出，深受观众喜爱。而2017年的第2季一经推出，收视率更是一路飙到榜首。也许是因为剧中对乌克兰上层腐败的讽刺，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共鸣。而后电视剧的出品公司趁热打铁，于2018年的3月以人民公仆这一名称注册成立了新的政党，并且他们还推举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泽连斯基，助其参加2019年的总统大选。最终的结果居然和电视剧如出一辙，泽连斯基以 73.22% 的得票率打败了前任总统波罗申科，成功地当选为乌克兰的新一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泽连斯基承诺要将首要任务放在给顿巴斯地区带来和平和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这2件事上。然而泽连斯基的整体举措和乌俄局势的发展态势恰恰是背道而驰。随着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博弈日益激烈，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两国交战，平民遭殃。昔日美丽富饶的世界粮仓乌克兰，自此开始硝烟弥漫。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主题的背景下，能否审时度势，趋利避害，选择惹祸还是止祸，这是检验政治家成熟与否、能力高低，对本国和世界有没有责任担当的试金石。俄罗斯总统普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悍然发动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肆意损害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因此，无论其理由如何充分，动机如何正当，其行径都是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危害极为深远。而个中的是非曲直，世人自有明断，历史也定有公论。而泽连斯基贵为一国总统，其肩负着平民的重托，但他的作为却与和平发展南辕北辙，终至引火烧身。如此不仅有违初衷，而且也绝非期待和平生活的百姓所愿。那么，乌克兰的百姓对他们寄予厚望的泽连斯基究竟是爱还是恨呢？就如今来看，应是爱戴居多，因为他们切齿痛恨的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践踏和平生活的俄罗斯军人。泽连斯基在俄军炮火纷飞之际拒绝脱逃，大义凛然的硬汉总统形象，颠覆了以往在人们心目中他作为一名喜剧演员的印记。他通过社群媒体发布影片，鼓舞着乌克兰军民的士气，由此他也赢得了饱尝战乱之苦的广大乌克兰军民的支持，也赢得了国际媒体的赞赏纷纷。毕竟与人民同在而非逃之夭夭，完全可以证明泽连斯基没有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然而，如果问泽连斯基算不算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那可能需要放眼长远，看最终乌俄战争的结局和历史演变的进程。泽连斯基坦言，他不知道乌俄冲突将如何结束，也不知道历史将如何描述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而世人也更无从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在总统的竞选宣言中他所提到的乌克兰之梦。当时他向电视机前的乌克兰民众说道，我梦想着有一天医生和教师能获得公允的报酬，腐败官员将得到切实的惩处，老人可以享受到惬意的退休生活。梦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包括医生、教师、老人、小孩等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乌克兰民众饱受了战火的摧残，他们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何来的享受惬意的生活呢？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开展了他们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俄战争已然持续多年，并且战火也在不断的蔓延。而继2014年3月，乌克兰的原有国土克里米亚进行了所谓的全民公投加入俄罗斯后，在2022年当地时间9月27日下午，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与赫尔松这4个地区的入俄公投结果正式公布。顿涅茨克有 99.23% 的选民支持加入俄罗斯，卢甘斯克为 98.42%， 扎波罗热为 93.11%， 赫尔松为 87.05%。 民心所向和众望所归之下，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接受了这4个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一部分的法案。自此，4地并入俄罗斯的所有程序已然完成。乌克兰的这些领土最终还是被纳入了俄罗斯的版图之内。而后世界舆论哗然，但也只能是徒唤奈何。对于乌克兰来说，或者战而胜俄，光复全境，或者一败涂地，失地废国。而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或者成为力挽狂澜的乌克兰民族英雄，彪炳青史，又或者成为丧权辱国的乌克兰千古罪人，万劫不复。此战，乌克兰国土破碎，生灵涂炭，鏖战攻守，胜败难料。而乌克兰的6任总统中，克拉夫丘克已经去世，亚努科维奇流亡国外，波罗申科被控叛国罪，并于之后几经周折，最终离开了乌克兰，逃往欧洲。尤先科则是与家人隐居在基辅郊区。而库奇马，他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的乱局早在自己执政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而如今，等待泽连斯基的可能是一个难以预测的痛彻未来。好了，这一集乌克兰6个总统的历史就是这样，
感谢你看到这儿，这里是床台，你的床边电台，一个穿越过往慢说历史的频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